在今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一只龇牙咧嘴的小怪物穿着球衣走进了球场，手里还举着一座迷你版的大力神杯，它叫拉布布。世界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请上开幕式的中国原创 IP， 可你猜怎么着？就在2个多月前，这家把拉布布送上世界杯的公司，它交出了一份史上最强的年报，营收涨了2倍，净利润涨了3倍。结果财报落地的当天，股价暴跌了22.51%，一天蒸发了655亿港元，创下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一边是全世界给他办加冕仪式，另一边是资本连夜夺路而逃。同一家公司，同一段时间，冰火2重天。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我们来精调一下泡泡玛特，盘盘这家公司怎么就一路被唱衰、被质疑，又一路高歌猛进，屡创新高。先声明一句啊，每次讲到某家公司，做人问是不是在恰饭，小李在此特别声明，虽然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泡泡玛特，但纯粹是因为小李的手比较多，剁不过来而已。好了，说回正题，泡泡玛特这家公司邪门就邪门在，你说它惨吧，市值一度超过3大老牌玩具巨头之和；你说它风光吧，无时无刻都有人质疑它的价值。业绩差说不行，业绩好说见顶，没爆款说没想象力，爆款太大又说太靠单一 IP， 横竖都是错。泡泡玛特的股价呢，也像一条心电图。你看，开盘第一天破了1000亿，2022年最惨的时候只剩大约128亿，2025年巅峰呢又冲到4556亿。所以创始人王宁那句话配上这张图，含金量直接拉满。如果这就是你一个人生的剧本的话，你如果完全没有波澜，这个故事一点不好玩吗？可每一次这家公司被喊要完了，偏偏都活了下来，还顺手来了波大的。那问题来了，那这一回资本再次夺路而逃，到底是狼来了喊到第4遍，还是这次真的不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一件怪事儿，看股价。明明资本都用脚投票了，但是仍然有3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给大家展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第一波是媒体，大家应该有印象，去年7月，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先后深度专访了王宁，这也被大家普遍解读为这是国家级媒体的认可。王宁在采访里也是金句频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可能一下子涨很快，像草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可以像花一样，它可以获得阶段性的成功。我们是希望它去像树一样，做一家像树一样的企业。到今年5月28日，他又出现在一场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手里举着新 IP 新人，说了句更像总结陈词的话：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相信慢就是快，少就是多。过去1年，王宁出现在官媒镜头里的频率肉眼可见的变高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而第2波是一个名人段永平。5月6日，王宁在一场专访里花了1个半小时，反复强调说，就是当然也是夸我们说这是年轻人的茅台，但我们是一个潮流类的产品，你们别老这样类比。结果第2天5月7号，全中国最信茅台的那个男人段永平说，我把手里的中国神话全换成了泡泡玛特。这件事有趣的点在于，我们把时间拨回2025年12月，段永平在一次采访里说的明明白白，这家公司我看不懂，不会买他的股票。然后今年3月财报一出，他就把原话收回了。那4月11日，他说自己连着研究了好几天，很久没有这种兴奋感了。4月12日，他公开认领说我是王宁的粉丝。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用最标志性的玩法建仓了，卖出看跌期权。那到了5月7号，他又清仓了升华。5月25号又一笔买进了982万多股，总持仓已经砸了超过100亿港元，坐上了第2大股东的位置。他甚至把社交头像都换成了一张全家拆盲盒的照片，谁能逃过真相定律呢？那第3波是全世界的年轻人。今年3月，非法官宣和泡泡玛特联名，那4月联名一开卖，10秒钟，京东、淘宝就全部售罄。其中一款隐藏的联名玻璃杯，名字就叫加冕时刻，成交价从59块一度炒到了359块，溢价了5倍。世界杯一开幕，相关的联名销量更是暴涨了30倍。当然也有人吐槽他取的那个迷你大力神杯咋看着像个鸡腿，但调侃归调侃，连拉布布都进世界杯了，还是冲上了热搜。所以你看明白了吗？资本在夺路而逃，媒体、段永平、全世界的年轻人却在抢着上车。最风光的时候，往往也是挨骂最狠的时候，如此颠沛流离，到底为什么？想明白这个答案，我们得先搞清楚泡泡玛特到底靠什么赚钱，它是怎么把一堆成本几块的糖胶、塑料一步步变成年轻人愿意排队加价，甚至挂在包上炫耀的精神刚需的。
先抛个不是很新鲜的结论啊，泡泡玛特从来都不是一家玩具公司，他干的是另一门生意，给情绪明码标价，解压、惊喜，想跟别人不一样。他卖的呢，就是这些我们在乎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们把时间拨回2010年11月，那会儿的泡泡玛特就是个潮流杂货铺，王宁还是个赚差价的搬运工。但他从后台数据里发现了一个盲点，顾客会为了抽到店里卖的最好的那款 Sony Angel 的小娃娃特定款疯狂的复购。王宁立马反应过来了，砍掉杂货，砸钱买掉了 Molly 的 IP， 再加来日本福袋加扭蛋的玩法，做出了盲盒。固定的价格加上不确定的隐藏款，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盒子里是不是惊喜。而这套固定投入随机奖励的设计，心理学上有个名字叫变率强化，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上瘾的设计之一。而买断 IP 的这一步，也让泡泡玛特从一个渠道商翻身成了品牌方。模具成本一摊薄，毛利率直接干到了72%，这是什么概念呢？传统玩具厂累死累活，净利率能到10%就该偷笑了。于是泡泡玛特在2017年的营收还是1.58亿，2019年就干到了16.83亿，2年翻了10倍。注册会员复购率是58%，这在消费品行业是比黄金还硬的通货。2020年他就顶的这不就是赌概率的骂名，硬生生干到了1000亿市值。泡泡玛特一时风光无两，但问题很快也随之而来。盲盒虽然赚钱，但有2个致命的软肋。第一是客单价太低了，还动不动被贴上割韭菜、诱导未成年的标签。怎么破呢？王宁的答案是3个词儿：做大、做贵、限量。于是几千块一只的 Mega 珍藏系列大娃诞生了。当一只塑料娃娃卖到了4、5千，二手还能炒到几万，买之前还得抽签，它就不再是个玩具了，它是年轻人的劳力士，越贵越有人抢，越限量越有人要。经济学里管这叫凡伯伦效应，价格越高，炫耀的价值越大，需求不降反升。而这一步也悄悄完成了一次用户分层，咱们大众用户去买便宜的盲盒，贡献现金流；昂贵的大娃呢，则是负责筛选并绑定那批最肯花钱的核心玩家。而靠着这一手呢，泡泡玛特把自己从小孩抽盒子的盲盒品牌抬成了成年人搞收藏的潮玩艺术平台，顺手还把那些争议标签甩在了身后。可把客单价做高，把标签洗白，挡不住更要命的一刀。2022年，盲盒集体退烧，又碰上了疫情，泡泡玛特的营收增速从3位数一口气掉到了2.8%。就连压箱底的当家花旦 Molly， 大家都嫌它老了，它的收入占比从2018年的4成多一路滑到不足1成。于是大家又开始念叨了：潮玩就是一阵风，娃一个接一个过气，这家公司迟迟拿不出下一个爆款，后继无娃呀。结果谁曾想，拉布布的毛绒系列横空出世，火遍全球。为什么偏偏是毛绒呢？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甚至不像是商业逻辑的逻辑。因为以前的硬公仔呢，大家只能摆在家里，顶多摆在工位啊。可一个毛绒挂件不一样，它能挂在包上，每天陪你挤地铁、逛商场、进咖啡店、拍照打卡。所以当 Lisa 把它挂在爱马仕上出街，全球潮人开始跟风的时候，立马引发了核爆级的裂变。而且泡泡玛特1分钱代言费都没花，全是明星自来水，再配上他一直坚持的直营控货，伦敦店卖不动，这批货3天就能闪送到曼谷，海外几乎复制甚至放大了国内的成功。结果就是拉布布所在的毛绒品类2025年的收入187亿，同比涨了560%。你看，从盲盒到高端限定，再到现象级 IP 拉布布，把这3步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一条特别清晰的升级线，从卖概率到卖特权，再到发行社交货币，从赌一把的刺激到亮身份的炫耀，再到找同类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小李一开始就敢先给结论，说泡泡玛特根本就不是一家玩具公司。所以王宁才反复念叨那一句话，请关注我们 IP 平台化运营的能力。所以你再看，别看它颠沛流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3步踩下来，其实步步都在往上走。那明白了这些，咱们再来看看，为啥资本就是不买账呢？其实资本用脚投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泡泡玛特变成下一个愤怒的小鸟。当年呢，这个 IP 有着几十亿次下载，2部电影，开发商一度传出要几十亿美元上市。然后呢，新鲜感一退，利润跳水，连环裁员。2023年，这家公司被整个打包卖掉了。那我们再看看泡泡玛特的财报，141.6亿的营收里，挑大梁的几乎全是拉布布这一个 IP， 占了快4成。出道最早的 Molly 只卖了29亿，远不及市场预期。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一季度海外市场增速的大幅放缓，亚太只剩25%到30%。他们的首席运营官也在电话会上说，去年我们靠非常高的流量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今年没有额外流量加持，得靠大家一起努力。翻译过来就是去年有运气的成分。所以资本的逻辑很简单，流行总会退潮，拉布布的瘾总会有人戒，热度一过它就会完蛋。那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实从这个角度呢，还是在用玩具厂的眼光来看泡泡玛特，怕的是某一只具体的娃过期。那 IP 这门生意真就一定命短吗？而其实这一行里的百年老店大家都太熟悉了，比如迪士尼，靠电影捧红形象走进乐园，乐园带火周边，再反哺下一部电影，光一个米老鼠家族累计创收约800多亿美元。再比如三丽鸥，它的 Hello Kitty 没有电影，没有故事，连嘴都没有，就靠这么一张脸纯授权，吃了整整50年，累计创收约840多亿美元。这只猫也证明了一件对泡泡玛特生死攸关的事， IP 甚至不需要故事也能长寿。虽然泡泡玛特既没有迪士尼几十年的内容工业，也没有三丽鸥50年的时间，但它压的就是这套卖概率、卖特权、卖社交货币的飞轮本身。一只 IP 会老，但这条造星流水线只要转得动，就能再造出下一个顶流。官方的高频加冕、世界杯的全球曝光，本质上都是在给这套造星机制来盖章。而看好泡泡玛特的这些人，就是认到后面这个逻辑。而这场大戏里，其实最反直觉的就是王宁自己。你发现没有？一边官媒夸他长期主义，慢就是快；另一边呢，他主动把2026年定义成一个休整年。原话是：我们说这个就像 F1 一样，然后我们希望它是进到这个维修站哈，然后加油，然后换轮胎的一年。他还亲手把增速目标砍到了不低于20%，还是希望努力去做到不低于20%的。你看，满场的人都在赌他继续狂奔，只有开车的那个人踩下了刹车。而这才是股价和一级倒挂的真正裂缝。一家主动减速的公司撞上一个永远嫌你不够猛的市场，所以真正的胜负手根本不在于这一个季度海外掉了几个点，而在于一个更要命的问题：等世界杯这波热度退了，那台刚经过维修站的机器还能不能再造出下一个拉布布？资本赌它不能，段永平赌它能。而按照瑞银的说法，新一部拉布布最快将在3季度登场，而那将是热度退潮后这台机器的第一次实战检验，是见顶还是起飞，也许3季度就能见分晓。好，这次小李做这个选题呢，除了因为世界杯上竟然是拉布布率先举起了大力神杯，还有一个原因啊，其实是上周小李自己逛街的时候路过了一家泡泡玛特的门店，当时那个人流量啊，我还没顾上看，感觉直接就被挤出来了。只能说浑水看到这个场面都得原地反手做多。所以其实对绝大多数走进门店的普通人来说，暴跌也好，蒸发几百亿也罢，跟咱们真没太大的关系。我们在意的永远只是那个最朴素的问题，这一回又是哪只小人戳中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当时我刚选择来创业，还没发第一篇视频，我去泡泡玛特发现了这个系列的盲盒，一眼看中了这个小人，结果就正好抽到了他。我当时就觉得呀，我这次创业绝对是要成了呀！然后这个小人呢，也一直摆在我每天工作一眼就看得到的地方。你看这个情绪价值是不是给的非常到位？上世纪70年代，法国有个社会学家叫鲍德里亚，他写过一本书叫《消费社会》，内核就是说，现代人买东西买的早就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了，买的是它背后代表的符号、身份和意义。你买一块表，买的是我成功了；你买一个包，买的是我懂生活。放到拉布布身上，你掏几百块钱买的那个小怪物，它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不能吃，不能用，甚至有时候不保值，但它能替你对全世界说一句话：我是谁？我属于哪个圈子？我跟你是同一种人。只要年轻人还需要解压，还需要在人群里找到同类，还需要一点不贵的小惊喜，那这门生意就永远有它的土壤。这个时代，人们对意义2个字的饥渴感已经太大了，大到已经没法用涨跌来估值。而我们想做的，可能就只是带着那么点期待和紧张，把手里的盒子轻轻拆开。所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你抽到过最上头的那只娃是哪一只呢？请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吧。你更信资本的见底，还是段永平的刚刚开始呢？好，大家好，我是小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评论、收藏，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